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最近几天，抖音上出现了一个现象级的账号“吃瓜盟主”。这个账号在短短几天之内，粉絲突破了500万。现在抖音上到處都是他講《紅樓夢》和歷史的切片視頻，粉絲們的這個狂熱程度令人震驚。有人寫文章稱他為聖人，有人說應該叫他同志，是優秀的同志，需要向他學習。粉絲說呀，最近把他的視頻一個一個放來聽，終於把很多年沒有想通的問題找到了答案。無數人把他當作新一代的精神導師，而他本人則把過去所有的作品隱藏了，連評論都關了。你別說，這現象跟我們前幾天做那個節目《為文革招魂》解讀芳華的視頻的爆火，還真是有點異曲同工，有點相似啊。接下來過幾天，是不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的解讀視頻們都要輪番登場了？對。其實之前那個為文革招魂解讀芳華的視頻，其實我沒太擔心，覺得畢竟是小眾。但最近看到這個吃瓜盟主這些粉絲的瘋狂程度，真的讓人非常擔心了。那些粉絲用的那些話語話術，還有思潮的翻湧，就讓人想起上個世紀60、70年代的那種瘋狂。更可怕的是，這些人他是發自內心的去追隨去闡述。沒看過幾本歷史書的人們，怎麼就突然就覺醒了？我覺得需要理解這背後的思潮和潛流啊。有人說，這個吃瓜盟主的出現和瘋狂漲粉，現在是拯救了文科生，拯救了社科領域，讓大家看到了軟實力的強大，說能在輿論上掀起多大的能量，聚集多高的人氣，凝聚多強的人心。還有人評價他有強大的史料和知識整合能力，有極強的理論建構水平，甚至達到了社科專家都難以企及的水平。也有人評價他是當代女魯迅，說他公開為男性發聲，公開為漢族發聲，公開為華夏發聲啊！支持他就是支持我們自己，反對他就是與我為敵。大家聽聽這些話語是不是很耳熟啊？他現在顯然已經成了某種思潮的一種領袖。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他究竟講了什麼，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關注，以及我們的看法。它的內容啊，其實主要分為2大板塊，一個呢是對《紅樓夢》的解讀，二是對於明清歷史的一個敘述。它的吸引力啊，就感覺吧，看似一套看似自洽，實則呢又充滿問題的話語體系哈。比如說，它關於《紅樓夢》的解讀，它就使用了大量的諧音梗，然後還有隱喻的解讀。你看我們平時在哪裡看比較多諧音梗？一般脫口秀裡邊超級多，是吧？然後它脫口秀多了，它這裡面就我覺得他還挺聰明的，選擇了抖音這個平台。你看他沒有去什麼知乎啊這種科普性的平台，抖音上的這個群眾啊，天然的就是娛樂屬性比較多，然後比較利於諧音梗的這種傳播。而且他這個諧音梗哈，我看了一下，就只要是能沾上一點邊的諧音梗，就被他解讀為這種深層次的隱喻。就比如說哈，他把真英蓮解讀為真英蓮，然後把薛蟠解讀為番邦。其實作者曹雪芹本來確實有意為之的諧音，比如甄士隱是甄士隱，賈雨村是賈雨村，還有這個假話是假話哈。但是這個博主啊，就進一步引申到幾乎所有人物的名字上。對，然後比方說他說林黛玉，黛是戴的諧音，暗指滿清入關後強制漢人留辮子，然後改服飾的戴。然後還說薛寶釵的釵通差，代表滿清的爪牙。說賈寶玉是賈寶玉，甄寶玉是被滿清摧毀掉的漢人文化。然後就他把《紅樓夢》中賈府解讀為清廷的縮影，把大觀園解讀為漢人文化的囚籠，把所有的人物關係啊情節，然後都往這個什麼反清復明的隱喻上靠。在他的解讀中，《紅樓夢》就不再是一部描寫封建家族的興衰、探討人性和命運的偉大小說了，就變成了一部徹頭徹尾的政治密碼本兒，一部反清的檄文。他聲稱曹雪芹寫《紅樓夢》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揭露清朝的黑暗統治，為了喚醒漢人的民族意識。我想那些紅學的專家，那些逝去的都要揭竿而起了。關於這個明清歷史的敘述，它採用了極度美化明朝、妖魔化清朝的二元對立敘事模式。在它這個話語體系中啊，明朝是漢人文明的巔峰，是光明正義先進的代表，而清朝則是黑暗邪惡落後的化身，是導致中國近代屈辱的罪魁禍首。他會說明朝的《永樂大典》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百科全書，比後來西方的任何著作都要先進。當然這不是他發明的哈，這個之前已經有很多這個反制的人講過類似的話，說明朝的科技水平領先世界啊，如果不是清朝入關打斷了中國的發展進程，中國早就實現現代化了。
說明朝的思想開明，言論自由，文人可以隨意批評皇帝而不受迫害。你看这可能嗎？那與此相對啊，他把清朝就描繪成了中華文明的災難。他說清朝大搞文字獄，毀滅了無數的珍貴典籍；說清朝實行剃髮易服，摧毀了漢人的文化認同；說清朝閉關鎖國，導致了中國落後於世界；說清朝的統治者都是野蠻的侵略者，他們入關時屠殺了數千萬的漢人。比如他這個敘事特別善於利用情緒，他用悲憤的語氣就講述了揚州十日啊、嘉定三屠等等歷史事件，渲染滿清入關時的那種血腥暴力。他會用惋惜的語氣感慨明朝的覆滅，說那是漢人文明最後的榮光。他會用激昂的語氣號召大家記住歷史，不忘國恥。但這裡的國指的不是中國，而是特指的漢人的政權。他這個話語策略裡有幾個顯著特點。第一呢，是簡化歷史的複雜性。比如他把幾百年的歷史簡化為民族鬥爭、文明衝突的單一線索，把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歸咎於清朝的異族統治。第二就是制造情感共鳴，他善於抓住人们对歷史屈辱的這種憤怒啊，對傳統文化的懷念，還有對現實不滿的投射，把這些複雜的情緒統一就導向了對清朝的仇恨啊。第三啊，就是構建敵我的敘事，你看這個熟悉吧哈？他把這個歷史劃分為我們，也就是漢人，和他們，也就是滿人和清廷，把歷史的複雜進程簡化為一場持續數百年的民族壓迫和反抗。第四啊，就是賦予追隨者那種使命感，他暗示那些認同他觀點的人是覺醒者，是看透歷史真相的明白人，而那些質疑他的人啊，就是被洗腦的糊塗蟲，甚至是走狗汉奸。這套話語體系對那些歷史知識比較薄弱、渴望簡單答案、需要情感宣泄的出口的人，其實是有着強大吸引力的。它提供了一個看似自洽的解釋框架，讓人們覺得忽然就想通了、看明白了。它給予人一種掌握了真理、站在道德高地的滿足感。它還提供了一個可以責備的對象，讓人可以把各種不滿情緒投射到一個遙遠的歷史目標上。而且這個吃瓜盟主啊，他還誤打誤撞的產生了一個催生效果。現在不就是着急這個人口問題嗎？你想不到吧？就是很多漢人就說：“哎呀，我得多生幾個呀。”當然，我們批評他啊，不是說因為我們是滿人啊，我們兩個人是實打實的漢族啊，先澄清一下。不過我覺得最近這些視頻的爆火哈，不管是前幾天的芳華解讀視頻，還是最近的《紅樓夢》解讀視頻，我都覺得其實多少有點火的莫名其妙。其實他們說的呢，並沒有說什麼讓人眼前一亮的觀點，有很多都是別人已經說過的嘛，然後只是反覆的這麼咀嚼而已。其實我一句話就可以解答這個問題，就是現在很多人把現實的不滿情緒投射到一個目標上，就是這麼一個道理。我今天還看見一個熱搜，更讓我覺得詫異哈，就有一個人錄他煮雞蛋的視頻，就突然爆火了，幾天漲了300萬粉。煮雞蛋，真的假的？那一会兒我得看一下这到底是咋回事啊。這個吃瓜盟主的敘事雖然看似有些確實有理有據，但實際上它充滿了歷史學的硬傷和邏輯謬誤。那下面我們就具體談一談哈。首先就是關於《紅樓夢》的解讀，那真的是過度闡述和主觀臆斷。曹雪芹在《紅樓夢》裡面確實使用了大量的諧音和隱喻，但這些諧音和隱喻的主要目的是諷刺封建社會那種虛偽啊，探討人生的無常，而不是搞什麼政治密謀。你像紅學界經過幾百年的研究，形成了多種的流派，有從文學藝術角度研究的，有從社會歷史角度研究的，有從曹雪芹的家世角度研究的，但沒有任何一個嚴肅的紅學家會支持把這種《紅樓夢》完全的政治化，把所有細節都往這個反清復明往這上靠去解讀哈。那曹雪芹生活在清朝的乾隆時期，他的家族曾經顯赫一時，後來敗落了。《紅樓夢》呢，更多是他個人經歷和感悟的藝術升華，是對封建社會的整體批判，而不是針對某個特定政權的政治檄文啊。如果曹雪芹真的是在小說中潛藏了大量的反清內容，以清朝文字獄的那種嚴酷性啊，這本書根本就不可能流傳下來，曹雪芹也不可能安然度日。吃瓜盟主的這種解讀方法論本身，它肯定是有問題的。比如它採用就是一種後設闡釋的方法，也就是先設定一個結論，也就是《紅樓夢》它就是一部反清小說，然後呢用這個結論去解讀所有的細節，任何的情節、任何的名字都能被強行解釋為支持這個結論，其實就是屁股決定腦袋啊。那這種方法呢，就可以把任何一部作品解讀成任何意思啊，就完全失去了学術研究應該有的嚴謹性啊。其次關於明清歷史的這個敘述充滿了選擇性的呈現和現實扭曲、事實扭曲。那比如明朝，它確實有輝煌的地方哈，但遠非吃瓜盟主描述的那樣完美。
在明朝的中後期，政治腐敗嚴重，宦官專權，黨爭激烈，土地兼併，賦稅沉重，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農民起義啊，也是此起彼伏。比如明朝的這個文字獄啊，也是同樣嚴酷的。比如朱元璋時期就有什麼表法案，因為文字犯忌諱而遭到了殘酷迫害的文人是數不勝數啊。明朝的科技發展在15世紀之後逐漸就停滯了，這是世界範圍內東西方發展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時期，並不能簡單歸咎為後來的清朝的責任。《永乐大典》確實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但你要說它比西方任何著作都先進，那就是誇大其詞了。它是一部彙編性質的類書主要價值在於保存文獻，而不是創新性的學術著作。《永乐大典》的大部分內容其實是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戰亂中就已經失散了，這個損失也不能完全算在清朝的頭上。覺得吧，清朝確實有很多的問題，尤其是從中期開始就已經逐漸的走下坡路了，那晚清更是落寞了。但也不能說清朝就一無是處，比方說它早期的康乾盛世，這個時候中國的人口經濟基本上都處於頂峰，疆域也達到了歷史的最大範圍。還有清朝在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區的有效管理，確實奠定了現代中國版圖的基礎。清朝的文化成就其實也不容忽視你看這個《四庫全書》的編撰，雖然伴隨着文字獄，但客觀上它確實也大量保存了古籍。對於清朝入關時的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事件，確實發生過這絕對是歷史的悲劇，應該被記住和反思。但是呢，如果把這些暴行就簡單歸結為民族壓迫、異族入侵，那是片面的。明末清初的戰亂中，各方勢力，包括明軍、清軍、農民軍，都曾經犯下屠城的暴行你還可以去看看太平天國屠城的那些驚心痛魄的數字比如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還有明軍對平民的掠夺同樣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損失。更重要的是，吃瓜盟主这個敘事採用了典型的民族主義的話語，把明清易代解釋為亡國，把清朝統治解釋為殖民。這種說法呢，在歷史學界是有很大爭議的在中國歷史上的這個王朝更替，很多時候都伴隨着民族的融合，比如北魏的鲜卑人、遼金的契丹和女真人、元朝的蒙古人，最終其實都融入了中華民族。滿族入主中原之後，在文化上也是高度的漢化，採用了漢人的政治制度、文化体系。到了晚清的時候，滿漢的界限其實已經相當模糊了從現代民族學和歷史學的角度看，中華民族其實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不能簡单的用漢人和非漢人來劃分歷史把清朝說成是外族統治殖民政權。第三點就是它在歷史敘事方法中存在一種嚴重的邏輯謬誤，比如它常用的手法是反事實推理，就假設如果沒有清朝，中國會如何如何。他說，如果明朝繼續存在，中國就會率先實現現代化，就不會遭受近代的屈辱。大家你相信嗎？但歷史它首先它是不能假設的明朝末年它就已經积重難返了，即便沒有清軍的入關，明朝也很可能在民族起義和內部的腐敗中瓦解。中國近代的落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封建制度的僵化、小農經濟的局限和外部世界的隔膜，這些問題絕對不是哪個王朝就能夠單獨負責或者解決問題的。他還經常使用單一的因果論，就把複雜的歷史進程歸結為單一的原因，比如把中國近代的落後完全歸咎於清朝的統治，就忽略了全球範圍內的東西方力量對比這種變化的大背景。對，而且他還忽略了西方的工業革命、啟蒙運動等世界性歷史进程對於中國的影響。他這個敘事中就充滿了選擇性的證據，就只選擇支持自己觀點的那些史料，忽略或者曲解不符合自己觀點的那些史料。比如他大談明朝的開明，卻不提明朝的文字獄和特務的統治；大談清朝的文化毀滅，不提《四庫全書》等文化成就；渲染清朝的屠殺，不提明末農民軍的暴行。吃瓜盟主的現象可以說不是孤立的，他這個爆火和那個解讀芳華味、蒙哥招魂的視頻的流行，都指向了同一個問題，就是民粹思潮的回潮。這種思潮為什麼危險？首先，你看它制造分裂，強調民族之間的對立，渲染歷史的恩怨，絕對會破壞民族團結。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任何制造民族對立的言論其實都是不合時宜的。其次呢，它阻礙理性的討論，民粹的話語
往往就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把不同意見妖魔化，不允許理性的討論和辯論，讓人們陷入敵我思維，把不同意見者當作敵人，理性的公共討論就無法進行，社會就容易走向撕裂和对抗。第三，就是它可能会导向极端行动。历史上这种民粹思潮往往伴随着暴力和迫害。当一群人相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相信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意志，相信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都是敌人，暴力就被变得合理化。所以有人就说，吃瓜盟主和他的粉丝让人想起了文革时期的疯狂。这現在雖然遠沒到那個程度，但也絕對不是完全的危言聳聽。你看這個思維模式是有相似之處的，就是簡化複雜問題，制造敵我對立，反對理性和建制。更讓人擔憂的是很多這些人他的想法和支持這個吃瓜盟主的這個觀點都是自發的，發自內心的相信這套話語。這說明這種思潮現在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不是說某個人或小眾刻意制造出來的，而是多種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過按照事情發展的態勢，估計這吃瓜盟主的很多視頻應該會被下架。不是因為最近不少人下架呀，郭德綱最近的相聲也被下架。是，其實不是因為他講錯了幾個歷史的細節，而是他已經應該會可能被視為一種危險思潮的象徵。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最後，咱們再往深想一想，為什麼必須承認清朝是正統？因為不承認會出大問題，不承認你中華的歷史就斷。你想想，如果不承認清朝，那康熙收復台灣還算不算數？左宗棠收復新疆還成不成立？如果你說清朝不是中國，那他當年打下的這些地盤，奠定的這些疆土，法理依據一下子站不住腳。